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是来看世纪对决的，就是巴黎队长对上俄罗斯父子 Mr. Hope 出来的结果究竟会怎么样？那么相信应该有一些玩家已经知道结果了啦，不过我们这边还是稍微讲一下。我们先介绍左手边的选手是来自2359的巴黎队长，本名 Mokode 5。这个玩家何许人也？他曾经以一人之力不断的去围殴302的要塞，直到把302给打到崩溃。他也是曾经阵亡最多的纪录保持者，但是被俄罗斯父子给打败了。而且他是游玩这个游戏已经超长时间的玩家，可以说是万国觉醒最著名的玩家之一。右手边就是战力最顶峰，30亿战力，而且是2个账号，目前我们只是看到其中的一个账号而已。目前阵亡最多的纪录保持者之一，也是单赛季阵亡最多的玩家。今天是他们的单挑对决，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方人马打出来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接下来介绍双方的统帅搭配。我们先看左手边巴黎队长所携带的队伍搭配，他这里是使用阿卡琉斯搭配江汉章，诸葛亮搭配海尔曼，秦始皇搭配李成规，白起刘彻，孙武伊瓦尔，亚瑟赫克托尔，还有霍去病贞德这几个队伍。可以说巴黎队长的这个搭配呢，就是我们现在多数人都会选择的搭配吧，只是那个孙武伊瓦尔或许会比较少玩家会用到，因为伊瓦尔只能通过 MG 拿到嘛，可能有一些玩家还没有拿到，又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选择啦，就比方说成本比较低的亚历山大，或者是之前已经觉醒过的腓力二世等等。可以看到巴黎队长这边是使用3队骑兵、2队工兵、2队步兵的组合。接下来到俄罗斯父子这里，他这里的搭配就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他是用霍去病搭配亚瑟，阿卡琉斯江汉章，诸葛亮亚述巴尼拔，秦始皇李成规，海尔曼赫克托尔，白起刘彻，孙武伊瓦尔，所以他们在部队搭配上面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并且俄罗斯父子他这里所使用的工兵会比较多一点，他是使用3队工兵、2队步兵、2队骑兵。步兵的组合搭配双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骑兵跟工兵上面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像骑兵的话就缺少了贞德，在俄罗斯父子的队伍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他的怒气回复呢可能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他如果有带足够的号角或者是战鼓的话，其实可以弥补到这一点。因为怒气是有或许上限了，有可能他自己曾经计算过他的怒气是已经足够了，所以他没有携带贞德，也有这个可能。取而代之的 Mr. Hope 这边呢就携带了亚述巴尼拔来作为替代。那当然了，就有玩家会询问说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队伍搭配。其实亚述在野战的表现呢其实是可以啦，但如果是讲单挑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还是需要爆发多一点，所以严格来讲巴黎队长的这个队伍组合是没有错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俄罗斯父子他这个回放的记录呢，是因为他要去打人家的城市啊，所以可能当下没有去替换自己围城市的队伍，又或者他想要尝试一下就是用围城市的一些队伍搭配来单挑测试看表现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否则的话他其实可以把海尔曼这个组合呢换另外一个工兵跟他搭配啦，不过他这样子打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正式的对决，两边打起来究竟谁会赢。不过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呢，他们打到一半，突然之间巴黎队长的朋友就有来打他们所以这一个第一个回合打呢是有一点不太公平啦。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小细节啦，就是俄罗斯父子他们在对打之前呢，你可以注意看他会把队伍先集合在一个点上，就是像我之前有教过大家的，如果你们要打一个目标的话，最好你是先把队伍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才锁定目标。你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操作，这个算是一个细操作来的就是你可以确保你的队伍全部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去攻击到你的敌人。所以如果各位可以的话，就努力学一下这样子的操作。所以可以看到双方打起来的时候呢，都是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开始触碰。
这里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谁的怒气先释放。那以我这边看来呢，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技能就是秦始皇的技能，但是不确定是谁的技能啦，感觉像是巴黎队长，也有可能是俄罗斯父子。不过看到巴黎队长这边是已经清空了，所以大概率是巴黎队长这边先把怒气给放出去，所以这边你们可以自己慢慢的去看，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些人经过啦。可是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在有人介入之前呢，谁的队伍先死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被打败的就是巴黎队长的孙吴，是第一个先阵亡的，他的部队已经是没有血了。但是俄罗斯父子的阿卡琉斯也是快要没有血了，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第一个针对的目标是哪一个部队。当然也有可能是随机的，因为我刚刚有讲过，他们都会把自己的队伍全部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所以他们可能没有特别的去选择说我应该要打掉哪一个部队优先。但是显然的就是巴黎队长的孙武是比起俄罗斯父子这边的阿卡琉斯还要阵亡的更快。那这个时候呢，就旁边有一些捣乱的玩家跑来打他们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只能跳过了，我们等到下一个部分。OK， 那么来到了第二个回合呢，就已经没有敌人，没有其他的玩家来干扰他们的操作了。那么也是一样，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是常规操作了。现在我们就要看谁先发起进攻，因为优先打到他的怒气会恢复的比较快一点啊。那这里可以看到发动攻击的就是俄罗斯父子，所以他的怒气会稍微快一点点。他们所锁定的目标呢，就是巴黎队长的诸葛亮搭配海尔曼。至于巴黎队长锁定的目标就是俄罗斯父子的孙武伊瓦尔。然后可以看到，在他们打死了刚刚的诸葛亮之后，他们下一个选择的目标就是选择阿卡琉斯。你们可以看到他点击了阿卡琉斯的头，然后点击攻击的标志，所以这个可能是他平时的攻击顺序了，就是把这个 AOE 的统帅并且回血的打掉他。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在他还没有打死阿卡琉斯之前呢，他看到孙武经过，他就把火转去打孙武。那通常我们在这种单挑的情况下呢，是不会一直切换自己的目标啦，因为你把目标切换的太快的话，其实你的目标不太容易死掉。通常我们是会锁定一个目标，从头打到尾这样子啦。所以他这样子突然间换了目标之后，可以看到孙武的血量是瞬间掉了很多。然后在这一个过程中呢，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啊，在他切换成点击孙武，锁定孙武来打之后，隔不久他又再换了另外一个目标去打。这里是阿卡琉斯第一次，第二次孙武，然后第三次他还没有把孙武打死的时候，又选择了阿卡琉斯，所以就是一直换来换去啦。不过他这边是有稍微等一下孙武的血量变得比较少的时候，才切换去打阿卡琉斯，这个是他自己的操作啦，就不会等太久，剩下一点点残血的时候就切换目标。这个也算是常规操作之一啦，因为如果对方的血量剩下很少的话，基本上你如果还在持续打，你可以利用你的 AOE 去把它给刮死，就没有必要就是从头打到尾啦。虽然是说他的怒气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断掉的，但是如果你效率要快一点的话，也是可以像他这样子，就是差不多要把敌人给打死的时候，就切换去下一个目标，然后再继续攻击，这样子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到这个时间呢，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巴黎队长剩下的队伍其实剩下不多了，然后俄罗斯父子这边还有几个队伍是黄血的，海尔曼是几乎白血的情况下。但是很快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孙武、阿卡琉斯、诸葛亮都已经被打死了，但是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依旧还是有6个队伍这么多，所以显然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已经可以看到结局了。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巴黎队长他的霍去病也是快要死掉了。只能说目前血量最多的在巴黎队长的队伍呢，就只有秦始皇血量是比较多的，白起就有一点挡着了，稍微看不到。那接下来就是霍去病死掉，霍去病死掉之后就轮到亚瑟，在亚瑟死掉之后，剩下2个队伍他选择了攻击秦始皇，所以可以看到白起的血量呢也是红血了，就是让他被 AOE 烧死而已。最后连秦始皇也是没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这个时刻呢，俄罗斯父子依旧还有6个队伍还活着这个是比较离谱的地方吧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其中2个队伍都是黄血的，就是血量没有扣特别多，都是超过1半以上的，所以严格来讲，俄罗斯父子这一次胜利呢也不算是险胜。
接下来来到了第3场，那这边也是一样细操作，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把自己的队伍全部集中在一起，巴黎队长也是，然后巴黎队长靠近了俄罗斯父子也是接触上，两个攻击的时间几乎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因为他们全部部队集中在一起的关系呢，所以也不能说你想要选择哪一个队伍优先攻击。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优先选择巴黎队长的队伍呢，就是选择亚瑟来进攻的。那巴黎队长那边呢是优先选择俄罗斯父子的孙武优先攻击。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这边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可以看到巴黎队长他的亚瑟是已经快要死的时候，俄罗斯父子他转火攻击的第2个目标就是打对方的诸葛亮。但是在第1个亚瑟死掉之后，你们可以注意看巴黎队长的孙武是已经黄血了，但是俄罗斯父子是没有锁定巴黎队长的孙武来进攻的，也就是说俄罗斯父子只是使用他自己的 AOE 攻击扫到孙武变成黄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除了孙武之外，其他的统帅依旧还是白血的状态，都还是很健康的。那现在我们接着看下去，就是俄罗斯父子锁定了巴黎队长的诸葛亮，所以可以看到巴黎队长有2个队伍已经是黄血的状态，一个队伍已经阵亡。在他们把诸葛亮给打死之后，可以看到 Mr. Hope 另外选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打霍去病，而不是打已经半血的孙武。所以他这边攻击的方式呢，可能他有自己的顺序啦，就是讲不一定是看血量比较少的统帅去进攻，而是选择他自己觉得应该要优先进攻的统帅先去打。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他已经是有2个队伍已经开始黄血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被锁定的第1个目标也就是孙武依旧还活着，但是他的血量是红色的。那我们接着看下去，但这时巴黎队长他的诸葛亮是已经死掉了，所以现在巴黎队长的情况是2个队伍已经死掉，然后剩下的队伍几乎都是黄血的状态。那目前的情况就是巴黎队长依旧还是锁定俄罗斯父子的孙武，也有可能他切换了，但是我这边看不到了。但是俄罗斯父子这边呢，锁定的目标依旧还是巴黎队长的霍去病。我们接着看下去，但这个时候其实巴黎队长已经很不妙了，在他锁定霍去病之后，下一个锁定的目标就是孙武，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有自己的顺序啦。所以可以看到在霍去病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已经转火过去打孙武了，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锁定白起。在俄罗斯父子锁定白起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计算孙武的情况下，巴黎队长在战场上目前只剩下3个队伍，包括白起、阿卡琉斯跟秦始皇而已，血量最多的就是秦始皇，剩下的队伍都不太健康了。那我们接着看下去，他下一个锁定白起，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巴黎队长应该是换了目标，就是锁定俄罗斯父子的海尔曼。可能巴黎队长他的战斗方式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切换目标吧，或许，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为什么俄罗斯父子剩下的队伍会比较多。然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的孙武其实是已经死掉了，他后面的颜色已经变成灰色了。在选择白起，打完白起之后，他下一个选择的目标就是打秦始皇，他是把阿卡琉斯放到最后了。原因是什么？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觉得正常玩家应该第一个优先打掉的统帅应该都是秦始皇优先吧，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血量掉的会比阿卡琉斯还要稍微快一点，然后剩下阿卡琉斯依旧还在战场上。这个时候巴黎队长剩下2支队伍，但是俄罗斯父子依旧还有5支队伍，而且多数都是黄血的状态下，这一次就没有其他玩家来干扰的，所以可以说俄罗斯父子是完全碾压巴黎队长的。但是这边也不是说巴黎队长比较弱，或者是俄罗斯父子比较强的这种比较啦，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2个大佬对决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啊，然后打斗的方式啊，或者是他们选择攻击的目标呢，会不会有影响之类等等的。因为如果是像俄罗斯父子的话，我们知道俄罗斯父子的配置是如何的，因为他在直播中呢时常会分享给大家看他的装备军器怎么样，他的专属铭文至少都会有30多个的专属铭文，然后他的装备几乎都是已经做好了，全部都是觉醒武等等。至于巴黎队长的话，这边就不太能够确定，因为他很少会分享他自己的装备军器，还有他自己战斗的方式我们也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视角全部都是来自俄罗斯父子的画面。但是从我这边录像的过程来看呢，我感觉巴黎队长他应该是有时常转火的习惯啦，可能这个是他战场上的一个习惯来的。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单挑的情况下呢，最好就是由始至终
中锁定一个目标，把他给打死，或者是快要打死的时候再转活会比较好一点。不管怎样呢，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大佬单挑对决啦。虽然第一场的时候就有一些玩家来干扰啦，不过后面几乎都可以说是单挑来结束战斗的。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后续还会有更加多大佬这种单挑对决给我们上课之类的，因为我相信多数玩家还是对于这种大佬单挑都蛮感兴趣的吧，想要知道谁才是最强的玩家。但是对我而言会有很多影响啦，不能只是从单挑上面来判断哪个大佬才是最强的，因为双方的配置不同，账号不同，所以出来的结果有一些差异，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